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你好。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现在人们喝的东西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了。怎么说？你想想，以前我们喝饮料可能就是可乐、雪碧或者来瓶矿泉水，但现在你去便利店看看那个饮料柜子里的东西，真的是琳琅满目。对，而且价格也是，以前一瓶饮料2、3块钱，现在随便拿一瓶都要7、8块，甚至十几块。但关键是大家还真愿意买。我觉得这背后反映的是，现在人们对饮品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是解渴这么简单了。那你觉得现在大家最看重什么？健康绝对是健康。你看现在那些卖得好的饮品，基本上都在包装上写着无糖、零卡路里、天然这些字眼。确实，我有个朋友以前特别爱喝可乐，现在改喝无糖可乐了。他说喝有糖的会有负罪感。哈哈，负罪感这个词用得好。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喝个饮料还要考虑健康问题。不过这也说明大家的健康意识确实提高了。而且不光是无糖，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买饮料都会翻过来看配料表。对对对，以前谁会看配料表啊？现在不一样了，大家会仔细研究里面有没有添加剂，有没有防腐剂，是不是天然成分。我就见过有人在超市里拿着2瓶饮料对比配料表，看哪个更健康。这就是现在消费者的变化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现在那些传统的养生饮品也开始火起来了，比如说，比如梅子水、红枣饮，还有各种花茶。以前这些可能只有中老年人喝，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接受了。嗯、我最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喝那种小包装的红枣枸杞茶。对，而且包装设计都特别精美，完全不像以前那种土土的感觉。这些品牌很聪明，把传统的养生理念用现代的方式包装出来。说到包装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对饮品的颜值要求真的很高。没错，特别是 Z 世代，他们不仅要好喝，还要好看。你看现在那些网红饮品，颜色都特别鲜艳，什么多巴胺配色。而且还要适合拍照发朋友圈。对，社交属性也很重要。现在喝饮料不只是为了自己，还要考虑能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展示。这就涉及到另一个趋势了，就是个性化。现在的饮品种类真的太多了。是的，以前可能就是果汁、茶、咖啡这几大类，现在你看有果汁汽水、果汁乳品、各种复合型饮料。而且针对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的产品，比如儿童有机饮品、白领抗疲劳饮品。对，市场细分的特别厉害，我觉得这也反映了现在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，不再是一刀切的消费模式。说到白领，我发现现在办公室里的饮品文化也很有意思，怎么说？就是早 C 午 T，早上喝咖啡，下午喝茶，这好像已经成了很多人的标配。这个说法我也听过，确实，咖啡在年轻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。很多人说没有咖啡就无法开启新的一天。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喝冰咖啡，不管什么季节。对，我有个同事大冬天也要喝冰美式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热咖啡喝起来太慢，冰的可以快速提神。哈哈，这个理由很实用。不过咖啡市场现在竞争也很激烈，各种品牌都在抢占市场。茶饮市场也是，特别是那些新茶饮品牌，除了口味创新，现在也开始卷健康了。怎么个卷法？比如推出无糖即饮纯茶，或者添加各种有益成分，像维生素、膳食纤维什么的。确实，我最近就看到很多茶饮品牌在宣传自己的产品有多健康。而且现在的茶饮口味也越来越丰富，以前可能就是红茶、绿茶，现在有水果茶、奶茶、气泡茶，各种组合。说到水果茶，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那种 NFC 果汁。
对，非浓缩还原汁，这种果汁能够保留水果原有的新鲜风味，虽然价格贵一些，但很多人愿意为这种品质买单。这也说明现在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没错，我看过一个数据说，有将近一半的消费者愿意为更优质的饮品支付溢价。而且不只是口味，包装设计也很重要。很多人把美观的包装视为高端的标志。对，现在的饮品包装真的是越来越精美，有些包装设计的像艺术品一样。而且还要考虑不同的消费场景。这个很有意思，现在饮品的消费场景真的是无处不在。比如说，以前可能就是在家里或者餐厅喝，现在办公室、健身房、图书馆，甚至医院都有人喝现制饮品。确实，我就见过有人在图书馆里喝奶茶。而且现在很多饮品品牌也在针对不同场景设计产品，比如大包装适合聚会分享，小包装适合个人饮用，还有那种便携装特别适合上班族。对，而且现在线上购买也很方便。疫情之后，很多人习惯了在网上买饮料，线上的选择也更多，而且经常有优惠活动。而且物流现在这么发达，基本上当天或者第二天就能收到，这种便利性确实吸引了很多消费者。不过我觉得虽然现在饮品选择这么多，但归根结底，大家还是希望找到既健康又好喝的产品。对，这是一个平衡，既要满足口感需求，又要符合健康理念。而且现在的消费者也更理性了，不会盲目跟风，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确实，比如减肥人士会选择零卡路里的饮品，健身人士可能更偏爱蛋白饮料，老年人可能更关注功能性饮品。这种细分化的趋势，我觉得还会继续下去。而且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创新，比如个性化定制，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口味偏好来调配饮品。这个想法很有意思，就像现在有些咖啡店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调整甜度和浓度一样。对，技术发展可能会让这种个性化服务变得更普及。不过不管怎么变化，我觉得健康化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。绝对的，现在大家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，这会持续影响饮品市场的发展方向。而且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成熟，对产品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。这对饮品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，需要不断创新才能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。说到创新，我觉得现在一些传统饮品的现代化改造就很成功。比如豆浆，以前可能就是早餐摊上的那种，现在有了各种口味的豆浆饮品，包装也很时尚。对，还有酸梅汤，以前可能只有夏天在一些老字号才能喝到，现在超市里就有各种品牌的酸梅汤。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而且这也体现了文化自信，年轻人开始重新认识和接受传统的东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现在饮品选择这么多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适合自己。对，不要盲目跟风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口味偏好都不一样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。而且也要注意适量，再健康的饮品喝多了也不好。没错，均衡饮食才是最重要的，饮品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能完全依赖它来补充营养。说得对，我觉得现在这种多元化的饮品市场给了消费者更多选择，这是好事儿。而且这种竞争也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和进步。对，企业为了吸引消费者，会不断推出新产品，改进配方，提升品质。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，我们可以喝到更好、更健康、更符合个人需求的饮品。而且价格也会在竞争中趋于合理。
对，虽然现在一些高端饮品价格比较贵，但随着市场成熟，价格应该会更加亲民。我觉得未来的饮品市场会更加精彩。可能会有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创新产品出现。比如说功能性更强的饮品，或者更环保的包装。对，环保也是一个重要趋势。现在很多消费者也开始关注包装的可持续性。确实，有些品牌已经开始使用可降解的包装材料了。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，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，还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。我觉得这种全方位的考虑才是未来饮品企业的发展方向。总的来说，现在的饮品市场真的是百花齐放，各种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。对，从健康化到个性化，从功能化到体验化，这个市场在不断进化。而且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。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，饮品市场也会持续创新。我觉得这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儿，有更多选择，也有更好的产品。不过也要保持理性消费，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。说的对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现在人们喜欢的饮品，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，不妨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让大家一起了解这个有趣的话题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谢谢你的陪伴。再见。